这正是炎热的夏天，小溪上盖满了牛蒡的大叶子。鸭妈妈坐在巢里孵蛋，不过这时它已经累坏了。噼噼，不久，蛋壳一个接着一个崩开了，鸭妈妈的肚皮底下探出好几个黄色的小脑袋，可是最大的一只蛋却是还没破。几天后，这只蛋终于裂开了，一只又大又黑，样子奇怪的小鸭子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。大家嘲笑它长得丑，说它是丑小鸭。妈妈关切地把它搂在怀里，说：我可怜的孩子，不要怕。这天天气又晴和又美丽，鸭妈妈带着孩子来到溪边，扑通，鸭妈妈跳下了水，小鸭子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了下去。它们沉到水里，又浮出水面，小腿很灵活地划着，游得非常漂亮，连那个丑陋的小家伙也跟住它们一起游。鸭妈妈满意地笑了。他们又来到了院子里，院子里可热闹了。胖小猪在抢胡萝卜，小鸡们在扯一个鳗鱼头。这时，一只脚上绑着红布条的母鸭走了过来。鸭妈妈说，它是鸭子同伴中最高贵的一位，你们好好走给它看。来，把脚趾张开，伸长脖子，唱首歌。母鸭子看看鸭宝宝说，哦，真乖。这时他看到了走在最后的丑小鸭，哎，这个丑宝宝不是你的孩子吧？鸭妈妈慌忙解释说，不，哇，是我的孩子。别的鸭子听后纷纷议论，它也是鸭子，真讨厌，我们有这么丑吗？听到吵闹，一群鸡也赶了过来，它们纷纷上前去啄丑小鸭的头，丑小鸭吓得拔腿就跑。大家看住它一扭一扭地向前冲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鸭妈妈把丑小鸭藏在翅膀底下，大叫着，请你们别这样，这孩子有什么错呢？从那以后，丑小鸭经常被追赶捉弄，渐渐的，哥哥姊姊也开始嘲笑它，丑娃娃，让猫捉去算了。连鸭妈妈也说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快乐和幸福吧。有一天夜里，丑小鸭穿过了竹篱笆，它希望找到一个没有人欺辱它的大草原。它走啊走，来到了一片沼泽地，这里是野雁的家。它太累了，就缩在野雁群旁边睡住了。第二天，野雁发现了它，大家欢迎它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丑小鸭高兴极了。砰砰，就在这时，空中传来一阵猎枪声，野雁们急住拍着翅膀飞走了。丑小鸭躲在草堆里，害怕地把头藏在翅膀底下。猎犬叼起被射中的野雁，瞟了丑小鸭一眼，离开了。丑小鸭松了口气，却又伤心地想，我一定是太丑了，连猎犬都不愿意理我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四周才安静下来。可怜的丑小鸭急忙跑出了沼泽，它一口气跑到了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前，屋子里住着一个老婆婆，还有一只猫和一只母鸡陪住它。丑小鸭向老婆婆请求，请让我住在这里好吗？母鸡和猫露出鄙夷的神色，哼，它会生蛋吗？它会弓住背，并且喵喵叫吗？老婆婆一心想吃鸭蛋，就收留了它。但一段时间过去了，丑小鸭连一个鸭蛋都没有生下来，老婆婆不高兴了，哎，养了你这个没用的小东西。丑小鸭难过地缩在墙角里，想起了以前自由自在的在池塘里面游泳的情形，终于忍不住跑出来了。转眼，树林里的叶子从绿色变成了黄色，风卷起它们，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。猫头鹰站在枯树之上，冻得只管叫，咕咕，秋天来了，咕咕，树叶落了，咕咕，在寒冷的空气里飞，咕咕，找不到家可以回。丑小鸭听了，觉得又寂寞又伤心。有一天傍晚，丑小鸭看到一群白色的大鸟在金色的天空中飞着，它们的羽毛闪闪发光，它们的脖子又长又柔软，
丑小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鸟儿，这就是天鹅。它们展开美丽的翅膀，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，飞向不结冰的湖上去。丑小鸭觉得它们十分亲切，忍不住大叫起来，等一等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去。可是鸟群已经飞得很远，好像一朵朵白云，消失在蔚蓝的天空里。丑小鸭跳进泥沼，像车轮似的不停地旋转。啊，它再也无法忘记这些美丽的鸟儿。冬天很快就到了，一个寒冷的晚上，它在泥沼地里冻僵了。一个农夫把它带回了家，孩子们高兴极了，都想要跟它玩。丑小鸭以为他们要捉弄自己，便啪的一声逃出了门外。丑小鸭忍受冰雪和寒冷，躲在草丛里度过了漫长的冬天。当太阳又开始温暖地照着大地的时候，它张开翅膀拍了拍，咦，它竟然飞了起来。它飞进一座大花园，一群白天鹅在淡绿的湖面上游。像我长得这么丑，它们一定会赶我走，但是这总比被同类欺负的好。丑小鸭想住，便向它们游去。天鹅们也都围了过来，请你们杀了我吧。丑小鸭心里想住，难过地垂下了头。这时奇迹发生了，在清澈的湖面上，它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多么美丽的天鹅啊，这难道是我吗？天鹅们亲热地翘住嘴巴，轻轻啄住它的羽毛。它多快乐呀！这时跑来几个孩子，他们兴高采烈地喊道，大家快来看，那儿新来了一只天鹅。是啊，它最漂亮最年轻，它感到太幸福了。但它一点也不骄傲，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。当它还是丑小鸭时，它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这么幸福。